一座金字塔里面为什么会藏着另外2座金字塔，而它的地下又为什么隐藏着一个神秘世界？直到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人们才知道这座玛雅金字塔隐藏的秘密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2016年，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最著名的金字塔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周围布设了96个电极，并向地下释放微弱电流。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名为3维电阻率层析成像的技术，可以在不破坏任何一块石头的情况下透视建筑内部结构。当所有数据处理完成并生成3维数字模型后，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金字塔内部，竟然还隐藏着另一座金字塔，而在那座金字塔的内部，居然还有第3座更古老的金字塔。3座金字塔层层包裹，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它们建造于不同年代，也遵循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后来者并没有拆毁前人的建筑，而是直接在原有金字塔外部继续扩建，把上一代神庙完整封存在新的金字塔内部。而在这座3层套叠建筑最深处，也就是最古老那座金字塔的顶部，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座祭坛以及一条通往神殿的阶梯，那里已经沉睡了1000多年，从未重见天日。最古老的那座金字塔很可能建于奇琴伊察成为繁华古城之前，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或6世纪。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聚落，而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因为库库尔坎金字塔并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古代建筑，这座高约24米、由石灰岩堆砌而成的巨大建筑，每年都会活过来2次。每逢春分和秋分，夕阳照射在金字塔台阶上，一连串三角形阴影会沿着北侧阶梯缓缓延伸，这些阴影最终组成一条巨大的蛇形轮廓，仿佛正沿着台阶缓缓爬下，朝着底部那颗羽蛇神库库尔坎的巨大蛇头移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只为亲眼目睹这一幕，而每一次看到它都足以令人脊背发凉。阴影缓缓移动，石蛇仿佛重新获得生命。短短几分钟之间，一座沉睡了上千年的古老金字塔仿佛真的活了过来。一层层石头，一层层地下水，一层层谜团，还有深埋其中的人类遗骸，每一层都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今天我们将一起看看围绕玛雅金字塔发现的5个惊人秘密，它们足以颠覆我们对这个古老文明的许多认知。这里没有外星人，也没有亚特兰蒂斯，真正的答案远比传说更加离奇，也更加真实。第一个发现，金字塔里面还藏着另一座金字塔。其实人们早就知道，在今天看到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内部还隐藏着一座更早建造的金字塔。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考古学家通过挖掘隧道进入金字塔内部，在里面发现了另一座更古老建筑的墙体，并找到了一间后来被命名为供奉室的神殿。房间墙壁中嵌着人类遗骸，还发现了一尊著名的红色美洲虎石像，它镶嵌着玉石眼睛，身体布满绿色宝石装饰，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考古界。一座金字塔包裹着另一座金字塔，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但所有人都以为秘密到这里就结束了，谁也没想到80多年后，新的探测技术再次推翻了这个结论。科学家发现，在第2座金字塔内部竟然还隐藏着第3座更加古老的金字塔，它高约10米，同样拥有自己的台阶和祭坛。第2座金字塔包裹着它，而第1座金字塔又包裹着第2座3层建筑，层层嵌套，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到了2025年，最新3维模型进一步证实，这些建筑并非一次性建成，而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里，一层层不断扩建而成。每一位新的统治者都不会拆毁前人留下的神庙，而是在它的外面继续修建更大的神庙，以彰显自己的权力与荣耀。这不仅仅是一项建筑工程，更像是一份刻在石头上的政治宣言。每一位国王都站在前任的神庙之上，用更宏伟的新建筑证明自己的统治。这种建筑方式在整个中美洲文明中都十分常见。金字塔不会被摧毁，而是被吞噬。旧神庙被完整封存在新神庙内部，就像圣物被封存在神龛之中。对于玛雅人来说，这并不是浪费，而是一场石头的死亡与重生，也象征着他们关于生命轮回与宇宙循环的信仰。然而，更不可思议的秘密其实并不在金字塔里面，而是在它的脚下。就在库库尔坎金字塔地下约16米深的石灰岩层之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水潭，也就是天然井。
它大约宽25米，长35米，最深可达20米。早在1997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对金字塔进行地下雷达探测时，就首次发现了它存在的迹象。2015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又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不过直到今天，这座地下天然井依然没有被真正进入，因为它完全被岩石封闭，又正好位于千年金字塔的地基之下，任何试图打通它的行为都有可能破坏整座金字塔。为什么这个发现如此重要？因为库库尔坎金字塔建在这里很可能并非巧合，它正好位于4座天然井的中心位置，北边是圣井，南边是肖尔图恩天然井，东边是康胡姆天然井，西边则是霍尔通天然井。而库库尔坎金字塔恰好位于这4座天然井组成的十字中心。对于玛雅人来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宇宙象征意义。整个尤卡坦半岛本质上就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平台，地下布满河流和洞穴，这里地表几乎没有河流，所有淡水都隐藏在地下。这些天然井是石灰岩塌陷后露出的地下含水层入口。对于玛雅人而言，它们不仅是生命之水的来源，更是通往冥界的入口。那里被认为是亡者的世界，是恐惧、神灵与死亡共存的地方，也是太阳每晚落下后经过，并在黎明重新诞生的地方。没有这些天然井，就不会有城市，也不会有神庙。它们既提供了生命所需的水源，也成为玛雅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通道。而奇琴伊察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伊察人的井边，整座城市正是因天然井而得名。库库尔坎金字塔矗立在天然井之上，就像连接天地与地下世界的宇宙之轴。它的顶端直指天空，那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它的底部立于大地，那是人类生存的世界。而在它的下方，则隐藏着通往冥界的入口。三者仿佛通过这座石质巨塔连接在一起。再加上每年春分和秋分时，金字塔台阶头下的阴影会形成一条缓缓爬下阶梯的巨蛇幻影，这座建筑便同时拥有了神庙、历法、天文观测台以及宇宙模型等多重功能。即使放到今天，也几乎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够同时承担如此多的象征意义。如果库库尔坎金字塔地下天然井的存在最终得到实地证实，而目前的地球物理探测结果已经相当有力，那么这意味着玛雅人是有意将他们最重要的金字塔修建在冥界入口的正上方，而不是仅仅建在附近。这样一来，库库尔坎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建筑史上的杰作，而更像是一台承载宇宙观的巨大装置，将玛雅人所认知的天界、人间与冥界3层世界连接在一起。2018年，大玛雅地下含水层项目负责人、地下考古学家吉利尔莫德安达原本正在奇琴伊察地下寻找通往库库尔坎金字塔下方天然井的地下水道，然而他最终发现的却是另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地居民路易斯乌告诉德安达，自己小时候曾进入过一个天然洞穴，但入口早已被大量石块封死，似乎是在数百年前被人刻意封堵起来。考古队清理掉堵塞入口的碎石后，钻进了狭窄的通道，他们只能匍匐前进，有些地方狭窄的甚至不得不摘下头盔才能通过。就在前进过程中，一条色彩鲜艳的珊瑚蛇突然挡在他们面前。这种蛇剧毒无比，对于当地玛雅人来说，它还是守护圣地的神圣象征。出于对传统信仰的尊重，德安达暂停了数天的考古工作。等队伍再次进入洞穴，眼前出现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洞穴，并将其命名为巴尔姆库，在玛雅语中意为美洲虎之神。在完全黑暗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静静摆放着数百件祭祀用品，包括科巴尔树枝、香料、祭祀贡品以及盛放神圣可可饮品的陶器。许多器物表面还会有雨神塔拉洛克和羽蛇神库库尔坎的图案。更难得的是，其中大量器物依然完整无损。对于考古学来说，这极其罕见，因为大多数遗址出土的往往只是碎片，经过数百年的盗掘和自然破坏，原始状态早已消失。而这里不同，整个洞穴曾被人为封闭，入口被石块彻底堵死，所有祭品都保持着玛雅祭司当年离开时的原始位置，或许已经静静躺在那里上千年之久。洞穴恒定的湿度和温度又让这些遗物几乎保持着最初的状态。德安达形容，这是一颗足以震动整个考古界的科学炸弹，
因为巴尔姆库不仅仅是一座藏有文物的洞穴，更是一座被完整封存下来的时间胶囊。这里没有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也没有后人重新摆放过的展品，所有东西都静静停留在祭司最后一次离开时的位置。每一件器物摆放的位置，每一层香灰堆积的痕迹，都记录着一次真实发生过的祭祀仪式。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本身就是无法复制的重要信息，一旦移动，这些历史线索就会永远消失。这就像有人走进一座12世纪的大教堂，却发现蜡烛依然燃烧，圣杯中还残留着酒液一样不可思议。直到今天，这座洞穴依然没有被完全探索。德安达主动放缓了发掘速度，因为在这里保存原始环境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文物本身。我们的视线也从奇琴伊察转向另一座伟大的玛雅古城帕伦克，它位于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热带丛林深处。如果说奇琴伊察坐落在开阔平原，终日沐浴阳光与微风，那么帕伦克则完全相反。这里的神庙隐藏在茂密雨林之间，金字塔几乎与参天古树融为一体。黎明时分，吼吼的叫声回荡山林，巨嘴鸟在神庙之间飞翔，雾气缓缓缭绕在石台之上。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相信一切神秘传说都是真实存在的。1948年，墨西哥考古学家阿尔维托鲁斯·卢利耶在帕伦克最大的阶梯金字塔铭文神庙内部注意到地面上一块布满石塞孔洞的石板。此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它，因为所有人都认为玛雅金字塔和埃及金字塔不同，内部并不存在墓室。但鲁斯决定一探究竟。当石板被移开后，一条通往金字塔深处的石阶缓缓出现在人们眼前。然而这条阶梯早已被大量碎石和泥土刻意填满，仿佛有人故意想将下面隐藏的一切永远封存。为了清理这条通道，考古队整整花了4年时间。4年来，工人们每天都在一条长约25米、狭窄闷热的隧道里重复着枯燥而艰苦的工作。热带高温加上接近100%的湿度，让地下空气几乎无法呼吸。工人们只能每隔几个小时就轮换一次，把一桶又一桶碎石运到地面。随着不断深入，考古队陆续发现了玉珠、贝壳、陶俑，以及几具散落在墓室入口附近的人类骨骸。他们很可能是被献祭用来守护这座陵墓的人。当考古学家鲁斯第一次走进主墓室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墓室中央静静摆放着一具巨大的石棺，它由整块石灰岩雕刻而成，重达约20吨，尺寸约为 3.8 米长 2.2 米宽，而棺盖本身就重约5吨。如此庞大的石棺究竟是如何沿着狭窄的阶梯运进金字塔深处的墓室，至今仍是考古学界争论的话题。一些研究者认为石棺其实是最先安放进去的，随后整座金字塔才围绕着它逐步建造完成。换句话说，这座宏伟的神庙本质上就是一座围绕陵墓建起的巨大纪念建筑。石棺中躺着一具男性遗骸，身高约 1.7 米，全身覆盖着大量玉器饰品，项链、手镯、戒指、耳环一应俱全，每根手指上都戴着玉戒，双手握着玉珠，嘴里还含着一颗玉珠，象征着生命之气，并为灵魂在来世提供力量。他的脸上覆盖着一张由346块绿色玉片拼接而成的玉面具，眼睛部分使用贝壳和珍珠母镶嵌，面具上还点缀着黑曜石，整具遗体还覆盖着厚厚一层鲜红色的朱砂。这种含汞矿物在玛雅文化中象征着鲜血、生命以及死后的重生。鲜艳的红色甚至让最早进入墓室的考古学家误以为遗体仍然浸泡在血液之中。墙上的铭文确认了墓主的身份，他就是帕伦克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帕卡尔大帝。他12岁登基，从公元615年一直统治到683年，在位长达68年，是世界历史上已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在这68年间，他将原本饱受战争摧残的帕伦克建设成古典玛雅时代最强大、最辉煌的城市之一。这座陵墓的重要性常常被拿来与图坦卡蒙陵墓相提并论，无论是发现规模还是对文明研究的影响，都堪称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但帕卡尔陵墓还有一个埃及法老墓中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结构，一条神秘的通道，那是一根中空石管，从石棺一直延伸到墓室墙壁，再连接着通往金字塔顶部神庙内部的阶梯。一些学者认为这条通道是死去国王与生者沟通的渠道。祭司在神庙上方举行放血祭祀仪式时，国王的灵魂便可以沿着这条通道升起，
与后代交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条通道与天文学有关。每年冬至时，夕阳似乎正好落入铭文神庙，阳光沿着内部阶梯一路照射至石棺，而这条石管则象征着太阳通往冥界国王的道路。就在帕卡尔陵墓旁边的13号神庙里，考古学家后来又发现了另一座陵墓，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她的石棺虽然没有帕卡尔那样宏伟，但陪葬品同样令人惊叹，遗体同样覆盖着厚厚的朱砂，厚到整个石棺内部都被染成鲜红色，因此她后来获得了一个著名的称号——红皇后。她的脸上覆盖着一张由数百块玉片拼成的玉面具，风格与帕卡尔极其相似。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玉器、贝壳饰品，以及用于宗教放血仪式的黑曜石针。后来的 DNA 分析和牙齿同位素研究显示，这位女性并非出生于帕伦克，而是来自另一座玛雅城邦，很可能是通过政治联姻嫁到这里的王后。许多研究者认为，她正是帕卡尔的妻子。塔克布阿哈乌既是继承人的母亲，也是陪伴帕卡尔共同统治帕伦克数十年的王后。这对共同统治帕伦克68年的夫妻，如今分别安葬在相邻的2座金字塔中。他们都覆盖着朱砂，脸上戴着面具，永远凝视着彼此。中间只隔着几米石墙，却隔着整整13个世纪的沉默。第5个发现，也是玛雅考古史上最著名的谜团。而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你点开这期视频最想看的内容。帕卡尔石棺盖或许是整个另类考古学历史上流传最广的一件文物，因为只要把石棺盖上的图案旋转90度，再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坐在火箭驾驶舱里，双手操控控制杆，双脚踩着踏板，脸上戴着呼吸装置，身后仿佛喷射着炽烈的火焰。1968年，埃里希峰·丹尼肯在《众神之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远古宇航员理论，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相信，这就是古代人驾驶飞船的证据。这本书销量超过700万册，而帕卡尔也因此成为古代外星人理论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然而事实却没有那么神秘，丹尼肯只是把图案旋转了一下，然后看见了自己想看见的东西，一艘火箭。因为在1968年正值太空竞赛最激烈的时代，整个世界都沉浸在火箭、水星计划、双子星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之中，宇宙飞船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最熟悉的视觉符号。于是他便用20世纪的眼光去解读一件7世纪的玛雅文物。后来随着20世纪70至80年代，学者终于成功破译玛雅象形文字，这幅石棺盖真正的含义也逐渐浮出水面。画面中的帕卡尔其实描绘的是他死亡并进入冥界的瞬间，他的身体坠入冥界西巴尔巴张开的巨口，下方是象征大地的怪兽，怪兽口中生长出连接天地与冥界的世界树瓦卡昌，它贯穿宇宙3界，成为整个宇宙的轴心。世界树顶端栖息着象征天堂的神鸟，代表诸神的领域，树干上刻满了象征翡翠、光辉与神圣的符号。石棺盖四周则刻画着太阳、月亮、星辰以及帕卡尔6代祖先的名字。丹尼肯眼中的每一个飞船部件，其实都能在玛雅宗教体系中找到明确对应。所谓控制杆，其实是世界树的枝干；所谓发动机喷焰，其实是世界树向下延伸的树根与冥界入口；所谓氧气面罩，其实是玛雅人放入口中的翡翠珠，象征生命的呼吸；所谓踏板，则是大地怪兽身体的一部分。石棺盖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在大量学术研究中得到解释和记录。丹尼肯之所以看见火箭，只是因为他不了解玛雅文明，他把20世纪的视觉语言、火箭、宇航服、操纵杆、仪表盘强行套用到一件7世纪的宗教艺术品上。人们总会在陌生文明中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含义。玛雅人不知道什么是火箭，但他们知道世界树，而且在他们眼中，世界树远比任何火箭都重要，因为它支撑着整个宇宙。2024年，一个国际遗传学研究团队公布了对奇琴伊察遗址64名祭祀个体 DNA 分析的结果，这是首次针对玛雅祭祀牺牲者进行的大规模基因研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研究发现，在神圣天然井和地下祭祀空间中发现的遗骸以男孩居多，而不是殖民时期西班牙文献中所描述的女孩。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许多人彼此存在近亲关系，有的是兄弟，甚至还有双胞胎。其中2名男孩被证实是同卵双胞胎。这一发现与波波尔屋中的神话高度吻合。这部姬妾玛雅人的圣书记载着英雄双子红阿普与伊什巴兰克，
降入冥界西巴尔巴，祭拜死亡之神，并最终重生化作太阳与月亮。因此，祭祀双胞胎或兄弟很可能是在现实世界重演这场神话中的宇宙戏剧。对于玛雅文明而言，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与现代人的认知截然不同。目前，考古学已经揭示出5项令人震惊的发现。第一，3座金字塔彼此套叠，就像石头版的俄罗斯套娃。第二，在主神庙地基之下发现了一片地下水世界，被认为通往冥界的入口。第三，一座密封1000年的洞穴中保存着数百件从未被触碰过的祭品，以及一条守护其中的珊瑚蛇。第四，一位统治长达68年的国王陵墓被发现，遗体覆盖着玉器和朱砂，身旁放置着一只象征与生者沟通的号角。第五，一块曾被无数人误认为描绘宇航员驾驶飞船的石棺盖，其真实含义其实是一幅宇宙结构图，根系深入冥界，树干立于人间，枝干伸向天空。如果我们仍然相信大众印象中那个生活在丛林里、头戴羽毛、只会进行血腥祭祀的玛雅文明，那么这些发现根本不应该存在。然而，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源自殖民时代编年史的描述，并在后来的好莱坞电影中不断被强化。真实的玛雅人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独立发明了零的概念，甚至可能比印度更早。他们计算出的太阳年长度约为 365.242 天，与现代测量值相比误差不足2分钟。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5套完全独立发展出的文字体系之一，与苏美尔、埃及、中国和印度河文明并列。他们修建金字塔并不是为了炫耀权力，更不是受外星人指引，而是为了与他们理解中的宇宙建立联系。每一座金字塔都不仅仅是一堆石块，它是一幅宇宙模型。塔顶象征天界，地基象征冥界，而人类站立于中央，在天地之间努力维持着平衡。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在这5项发现中，哪一项最让你震撼？